M5芯片版本的 Vision Pro 使用了几天时间啊？今天的视频和大家聊聊这款产品。我们首先说改变，其实核心呢就是 M5芯片所带来的各种性能升级，更强的性能、更快的速度，内存带宽提升了50%，渲染像素增加了10%，支持最高120赫兹刷新率，使用时间呢从前代的2小时来到了现在的2.5小时，播放视频时间从前代的2.5小时来到了现在的3小时。但是这些硬件改变啊都没有这一次绑带升级来的给人感受更加明显啊。这个是老款的，它在之前单绑带的时候呢，有一个纽扣在这里，旋转纽扣让这个后边的绑带呢加紧。而现在这个呢是这一次新出的 M5芯片版本的 Vision Pro 它所佩戴的一个双绑带。正常旋转的时候，它控制的是后脑勺上的这根绑带的松紧，然后如果我给它拔出来，大家注意，它是控制的头顶这根绑带的松紧。然后我现在佩戴的呢是新推出的双绑带，然后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后边的这条绑带啊，它的位置要更靠下了，去施加一个斜向上的力。然后如果我把它拔出来，我就能控制这个头顶这条绑带的力度。能看到现在这个眼镜一点点随着它的这个变紧再向上，然后我给它稍微往下一点，大概我觉得这个位置吧，是我相对来说会比较舒适的一个视角。这个绑带也是这一次重量增加的一个原因啊，机身本身并没有重量改变。以上就是这一代 Vision Pro 的全部升级，评测至此结束。接下来呢，我和大家聊一聊我在使用 Vision Pro 过去接近2年时间吧，聊聊这款产品存在的老问题和未来所看到的新希望。首先也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佩戴 Vision Pro 的时候啊，不能玩手机啊。我是一个电视超级爱好者，周末的时候看着综艺、剧集或者说体育比赛，偶尔打开手机刷刷小红书，或者用微信聊聊天啊，再吃点薯片，喝点可乐，对吧？说不出的惬意和轻松。所以我在之前索尼电视评测里我就跟他提过啊，客厅里有一台好的电视，真的会提升家的幸福感。但是在此前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只要我佩戴着 Vision Pro， 因为我的脸被遮挡了，就没有办法用手机进行 Face ID 解锁了，我还得摘下 Vision Pro 才能解锁手机。这个问题直到今年9月 Vision OS 26才解决。对的，现在终于可以在佩戴 Vision Pro 的时候直接解锁 iPhone 了。但是即使是能快速解锁手机，但是透过 Vision 去看手机屏幕，依然会出现明显的失真感。而且我必须要说啊，这些是为了手机平板适配的 App， 在 Vision Pro 上虽然说可以正常浏览，但不好玩。这些 app 的交互逻辑核心还是手指触控，所以就造成了因为我佩戴 Vision Pro 时候无法顺畅的看手机，反过来让我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就不想使用 Vision Pro。第二个所存在的问题呢，就是长时间佩戴 Vision Pro 之后所引起的视疲劳。我在客厅看电视的场景当中，除了电视它的屏幕是直发光，其他家居环境中呢几乎都是反光，对于眼睛的负担非常小。看电视看累了，我可以稍微转转头，对不对？就能够实现眼睛的放松。但是佩戴 Vision Pro 之后，我发现我的视野当中啊，全是来自屏幕直射的光线，相比于反射光线，真的更容易引起视疲劳。我除了闭眼之外啊，这个光线是无处躲藏的，所以我自己佩戴 Vision Pro 大概2个小时，就是我个人的一个极限了。第三个问题就是平面软件在空间化之后所遇到的阻碍。现在我的MacBook 上边就出现了一个虚拟的屏幕。我跟大家说啊，在这个视觉里边，这个虚拟屏幕的效果非常好，然后我可以前后移动，比如说给它挪到这么大，这就跟我们家电视几乎是对齐了，对不对？但是呢，我可以给它继续放大，放大到这么大。如果我点击 Mac 虚拟显示屏，它会有一个宽，给大家看一下。当我选择这个宽荧幕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屏幕变成了微微带一点曲面的这样一个连屏。那我可以继续在这里点击，选择超宽。大家看到了吗？在这种情况下，左边写的 Numbers， 中间是我的 Final Cut Pro， 我可以继续把我的 Final Cut Pro 再放大一点，然后右边是 Pages， 然后你就可以相当于是在一个3连屏上，是一个带弧线的，围绕着你的3连屏上进行工作。这个想法、创意，包括实现的功能，我觉得都挺好的。但是在过去的1年半甚至2年的时间里呢，我发现我自己使用这个功能很少。一个最核心的原因呢，就是尽管这个功能确实是很实用的，无中生有，对不对？我本来有1块显示屏，现在一下变成了3块显示屏，但是它需要付出不那么舒适办公的这样一个代价。我本来这个14英寸的 MacBook Pro 本身屏幕很好，我正常使用它办公的时候呢，我完全不需要有这种头部的负重感或者压迫感。然后现在呢，我可以变成一个更大的屏幕，但是需要牺牲一些舒适度，这就会让用户之间有一些纠结。除了要考虑 Vision Pro 的重量以及长时间佩戴所带来的视疲劳这2点因素之外，其实最核心的点就是我发现我们现在所使用
用的所有平面软件包括 Office 浏览器，包括各种 iPad、iPhone 软件在内，有一个算一个。打这个软件交互诞生的第一天起，它就是为了平面显示器而打造优化的。所以 Vision Pro 它的兼容度哪怕再高，也没有办法发挥这款软件在空间中的威力。能把用户带进 Vision Pro 这个未来世界的软件，一定是从空间视角去取代平面视角。那么就进入了 Vision Pro 现在的第4个问题，也就是软件数量不足。目前因为它3万块的高昂售价，让 Vision Pro 没有办法在销量上拉起规模。那用户数量不够，开发者做软件赚不到钱，他就没有动力去开发新软件。这也让 Vision Pro 在过去快接近2年的时间里有一个最棒的空间体验，但却缺少一个支撑这个空间体验的软件商店。在这个沉浸的空间里，没有办法去解决我生活中遇到的全部问题。而如果我把刚才这4个困境归纳到一起，其实就是因为高昂的售价导致空间软件数量不足，然后进而导致用户无法时刻在眼镜当中去沉浸，进而需要频繁的在 Vision 和现实世界中来回切换。所以接下来苹果要解决的最核心的问题一定是把这款产品的价格打下来。那么谈完这4个目前最大的问题，我再来分享一下过去接近2年时间里苹果在努力的方向。就像我之前所提到的， Vision Pro 注定不可能通过2维平面内容去取代2维平面产品，所以说苹果正在搭建自己的空间内容平台， Apple TV 就是这个平台的第一个载体。在过去2年时间里，苹果上架了大量的原创沉浸式的视频，有当年首发的那个沉浸式观看史前星球。作为一个恐龙爱好者，这2支短片我真的看了无数遍。这种渲染出的视频画质效果非常好，要比拍摄出来的真实影片效果还要更好。苹果还上架了沉浸式看演唱会视频，约等于就是给你搬一把椅子，坐在舞台上直接看歌手，这相当于 VVVIP 了，对不对？最近还上架了沉浸式的驾驶 F1 赛车，这是为F1 电影做的配套宣传。也就是说，你坐在布拉德皮特的旁边去感受 F1 赛道那个风驰电掣。布拉德皮特加上真实的 F1 阿布扎比亚斯码头赛道，这2个元素，大家现实生活中觉得哪个的接触概率更高呢？我想了一下，可能还是觉得布拉德皮特吧。他宣传电影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影迷是能看见真人的。但是如果说让你自己坐在 F1 赛车里，然后开这个真实的赛道，目前全中国是不是就周冠宇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苹果现在就把 Vision Pro 定义在了带大家去体验不同的人生、不同的世界这样一个定位当中。苹果还官宣了，在 NBA 的新赛季，针对洛杉矶地区的用户，可以通过 Vision Pro 实现沉浸式的场边观看湖人队的比赛。洛杉矶以外地区的用户呢，可以第2天回看沉浸式的回放。苹果甚至还专门拍摄了一部以潜艇为主题的微电影好家伙，带大家体验了一把潜艇水兵在深海中的压抑那个船舱漏水那个片段，我就跟着大家伙一起憋气。不过这部电影我看的时候呢，也遭遇到了一个困扰，就是在沉浸的画面中呢，一旦镜头出现移动，哪怕是运动的比较慢，因为这个时候眼睛和耳朵感知的世界这个运动速度不一样我就出现了前庭障碍、晕眩。所以说我目前觉得沉浸式视频最好的一个设定可能还是像体育比赛、演唱会那种固定座位的体验。我认为苹果现在看的也很清楚靠更好的平面内容很难展示 Vision Pro 它的不可替代性，能取代平面的只能是空间。对我个人来说过去接近2年的时间吧，使用 Vision Pro 最多的一个场景还是看视频，一个就是看剧目电影我还专门带 Vision Pro 去 IMAX 电影院对比了一下这个屏幕大小，表现是几乎相同的。这也是我认为Vision Pro 是我认为目前个人观影最强的一个设备。它除了有这种超大画面、超高清画质、双目立体视觉的效果，还支持杜比全景声的音效。在 Vision Pro 上看 3D 电影也是我个人使用的非常多的一个场景，因为 Vision Pro 本身就是双目立体视觉嘛，所以说看 3D 片源它不会出现我们去电影院那个 3D 眼镜那个黑色的嘛，还要降低光线亮度的情况，应该是一个真正的满血版的画质观影体验那个一些沉浸式立体动作视频呢我也有所涉猎当然了，主要还是抱着批判的精神去观看的。资源很丰富吧，大多数都是付费的付费之后你直接下载到你的 Mac 上，然后通过 Moon Player 这个播放器在 Vision Pro 上直接观看，很方便。这类沉浸式视频呢，其实和看演唱会或者说看体育比赛那种感觉差不多，就是你可以这种转头，但是呢，你只能在那个固定的座位你不能说比如说转着圈看，那是不行的。双目立体视野那个个人代入感是非常强的，就是批判的时候我也不禁要感慨一下原来还能这么看。总而言之
打造 Vision Pro 的空间视频和沉浸视频，去创造平面设备无法体验到的内容，这是苹果在构建的第一个世界。除了视频，第二个苹果在持续发力的场景呢，其实是空间照片。这里不是说大家通过手机所拍摄的空间照片，而是任何一张照片都能够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变成一张无比真实的空间照片。今年 iOS 26上那个空间壁纸刚推出的时候，很多用户都非常喜欢，对不对？感觉有空间感，非常有趣。但是对于 Vision Pro 来说，那个空间照片简直就是小孩那桌的水平。好了，大家现在看到的呢，是我使用 iPhone 拍摄的一张非空间照片。大家看，我现在点击右上角这个按钮，它瞬间就变成了一张具有空间效果的照片。你看，当我向右移动我的视野的时候，我是能够看到它这个颈盾后边那个骨头的效果的，能看到吗？然后当我向左的时候，它这个颈盾会有一个视野的遮挡。比如说我们看这张照片这是杨超越，然后我现在也把它空间化，当我左右移动，你是能够看到它脑后的这个细节空间画面的，看到了吗？在 Vision OS 上和 iOS 26上最大的差别就是它会进行多层的景深渐进式的改变。比如说大家可以看一下，当我左右移动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帽子本身它是突出于墙体的，然后这个墙体呢又突出于这个背景的，形成层层景深这样一个效果。Vision OS 它现在的空间照片立体化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点，就是它可以去还原出人或者物体的这种几何形体。比如说大家可以看一下杨超越现在手臂，如果你们佩戴着 Vision Pro 看，你会感觉到它是一个圆柱形。因为现在呢大家只能通过平面显示器来看这张照片，所以说呢我只能通过左右移动让大家感受一下它在主体和背景之间的这样一个变化。现在这个 Vision OS 把 iPhone 17 Pro Max 也给向前突出了，对不对？就是手是在人的前边，当我左右移动的时候，你能看到手机背后的效果细节。通过这个功能我把一些当年爷爷奶奶还在的那时候的拍摄的平面照片也转化成了空间照片。真的就好像他们出现在我眼前一样。10年前那会儿应该还是 iPhone 6S 那个手机拍照，现在看就是效果是比较弱的。其实呢，这个空间化功能对于当年没有来得及拍摄空间照片的用户来说，真的算是一种补全。目前呢 Vision Pro 还没有办法把普通的视频转化成空间视频，所以说大家如果想回看空间视频，那么还需要你使用 Vision Pro 或者使用 iPhone 来进行拍摄。而苹果在努力的第三个空间世界则是空间聚会。电视和电影院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大家可以共享一个空间，对不对？同一个客厅或者同一个漆黑的电影院里和其他人拥有一个共同的回忆，这很重要。但是Vision Pro 你自己看你就没有办法产生这种情绪啊。苹果在这个环节呢使用了2个技术，第一个技术就是自影像，另一个则是 FaceTime 视频。在自影像这个场景当中已经来到了第3代算法。我给大家对比一下3代自影像给我绘制头像的一个效果就是大幅降低了电子游戏建模的那种感觉，就好像一个人真实的出现在你面前。好了，大家看到了吗？现在这个就是我的全新自影像。哇，全新自影像拍的我比较瘦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选择4种光线，这是摄影室灯光，然后轮廓光，然后点测光。色调呢主要就是调节你的皮肤的亮度。Vision OS 26它新升级的眼镜功能其实对我们这种戴眼镜的群体非常友好。老版本的那个是只能选择样式，但是呢不能选择具体的这些细节。现在这个眼镜呢其实跟我本人是不太搭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粗细，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细框眼镜，看到了吗？贴弧度这个位置是选择高低，比如说我们现在把这个眼镜我日常喜欢这样大概稍微戴一点，往上一点。这个材质特别好，它这次有戴帽了，因为我的那个眼镜刚好就是戴帽的。颜色它这里有焦糖色，然后有不同的图案，我就可以按照我印象中我的眼睛大概是这个效果的。而在自影像的基础上，当我和多个朋友或者同事进行 FaceTime 的时候，就好像围坐在一个桌子前。大家注意，在这个场景下 Vision Pro 它耳机里传来的声音完全就是按照我们3个人的位置来进行传递的。比如说他在我的左前方，那么他说话的时候声音就是从左前方传来的，而他在我的右前方，那么他说话的时候声音就来自我的右前方。我跟大家说这个效果有多真实，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几天以前我们当时通过 FaceTime 做一个视频会议，然后呢参会者里有外国人当时我想说一句英语，然后这个算法这个词就 algorithm 那个词我想不起来了，然后我当时下意识的做了一个动作，是什么动作呢？
就是我侧过身啊，然后低头小声问我说：“哎。”那个算法那词怎么说来着？实际上我们所有人都不在一个空间里啊，他在他的办公室啊，美国人在美国啊，我在我家。但是当时 FaceTime 的那个场景如此的真实，真的，我觉得《复仇者联盟》里边那个全球不同地点的人，然后在同一个空间里开视频会议，那个场景，我觉得现在已经实现了。就是有点贵。而在这个空间场景当中呢，你是可以打开你 Vision Pro 里的应用的，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 3D 机械建模软件，那我就可以在这个空间里给其他人展示这个应用。哦，它这个真的很好哎，它这个镜头还会反射我身后的这个胡德山，而且就像大家所看到的，一个人展示的产品，其他人也可以进行操作。比如说这个部分其实是我旁边朋友他展示的产品，但是我也可以来进行左右移动操作，就好像你们在现实生活中分享某一个产品一样。没错，目前已经支持在空间 FaceTime 里4个人打麻将了，自动麻将机还是自动洗牌、自动发牌，好像现在支持四川麻将和湖南麻将。确认到底是哪儿的玩法？我跟大家说啊，效果无比真实。本来是想做一个简单测试，结果大家坐在那个麻将桌前边就不提测试那个事儿了啊，就开始认真的玩起来了。当时我们是4个人，其中有一个小姐姐，她是在纽约，和我们有12个小时的时差，但是在那一刻真的能理解那句天涯若比邻了。我们边玩的时候边讨论啊，希望开发者以后可以加入搓麻将洗牌这个环节啊。目前呢是自动麻将机缺少了一些麻将的灵魂，那在这个场景中，麻将、扑克、桌游、剧本杀是不是都可以突破空间的限制，自由玩耍？还有一个小细节啊，就是在 FaceTime 空间视频里 Vision Pro 是可以检测人物运动的，比如说我在现实世界中站起来了，那么在 FaceTime 里边，其他人看到我也站起来了，甚至它能检测到我在空间里移动、跳跃，也就是说我在现实中跳了一下，其他人看见我在 FaceTime 视频里也跳了一下。这还不算完啊， FaceTime 空间视频里我还能和其他人击掌，就在我们2个人手掌接触的那一刻会出现动画特效和声音。当然了，我知道肯定很多人想问啊，既然可以这样，那可不可以那样呢？这个我也测试了，当2个人距离太近的时候，自影像就会消失。空间 FaceTime 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场景啊，就是如果一个用户展示比如说 PPT 文档，或者说他展示他看到的视频的时候，那么其他的用户呢会从刚才的围坐在一个桌前的这样一个位置，瞬间变成并列一排坐，就好像大家坐在一排看电影一样啊。这应该也回答了刚才有一些用户的困惑，就是戴上 Vision Pro 之后怎么和朋友家人一起观影呢？我相信啊，当第2代或者第3代 Vision Pro 到来，随着重量降低、价格下调、佩戴更舒适、用户数量更多之后，空间 FaceTime 的玩法会越来越丰富。目前啊 Vision Pro FaceTime 空间视频支持最多，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8人同时画面出现人物画面，然后最多32人在线。所以沉浸视频的内容平台、照片视频的空间化，以及借助自影像创造一个如此真实的虚拟空间，这就是苹果目前给 Vision Pro 发力的3个方向。以上大概就是 Vision Pro 现阶段的困境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Vision Pro 现在就像是一个搭建好的未来住宅，我相信任何一个试戴过它的用户都能知道这其中的技术完成度以及想象空间有多高。但是目前苹果最需要的是让人能够住进来，而不是因为高昂的价格只能趴窗户往里边瞄2眼。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希望这期视频能够帮助对这款产品感兴趣但是没有机会试戴的用户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我是钟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